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聊科技。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是中的中，飘逸的逸。前几天呢，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留言，然后我后来查了才发觉这一段留言是西班牙语。这留言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讲说我这个主题是蛮有趣的，然后就是如何透过字幕档来产生声音档案。那这是我很久以前做的主题了吧？这是我2年前做的主题。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正要开始就是想要把我的影片推广到国外，所以势必是需要有英文的一些文字协助。一开始是翻成英文嘛，那时候是很辛苦的，就是只能用DeepL 去逐句翻译。那当然后来现在是用 ChatGPT 翻会快很多。不过除了文字以外呢，我还是希望可以发出英文的音效。那当然就不太可能是自己把所有的影片去自己配音配成英文，因为我觉得那个成本还蛮大的，所以我写了一个程式码，就是可以把 SRT 字幕变成音效档。那这支程式码其实我原始码上次有放，但是其实不是这方面专门的人，就是写程式和设计师，可能看到这个东西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运行，然后当初也有一些状况。那主要的状况是几个呢？我在回复里面也有讲。当初我的实验研究是说，我们的中文字翻成英文之后，有时候字长跟字短是跟你原本中文的长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从中文变成英文的话，它的字数是会比较多的，所以时间会比较少，那就必须要调整它的频率，让它变得比较快一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音效听起来会怪怪的，因为为了要配合字幕档的长度，所以频率势必就是会加快。然后当初也是有网友跟我说，就是我的影片还是要我个人配音啊，会比较有个人化。不过这边我还是非常的感谢那个他提供 YouTube 其实有多音轨的功能。好，我直接分几个面向。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听一下最后的那个音效档。那这里是我的威力导演的部分，然后呢，原本的音效档我这里放一段让大家听一下。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是中中飘逸的逸。好，那这里的话，我把我的原本的音效档调小声，然后呢，用我最后写出来的程式码，就是我后来新写的程式码，来听一下它的音效。The theme listing is managing game projects with construct reusing JIT. Although the initial goal was to address partners' questions together, I feel that 好，这里就是我最后做出来的成果。那这个成果呢，其实2年前写的程式码，现在看起来是真的还蛮糟糕的，所以我自己打算又重新打造一下。然后这里我不使用 Google 的 TTS， 就是 Text to Speech， 因为那个需要一些上它的平台申请一些 key 啦 token， 那这个部分可能对于一些使用者来说，我相信很多创作者其实只是想要拿到一个程式，点2下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档案。那我这边有录了一段最后的结果，我自己开发的软体，然后它的运作流程啊，大致上就是要指定输出的资料夹，然后SRT 档跟 FMPEG 按了执行之后呢，它就会去产生一些音效档。那我相信过程大家应该是不是会非常有兴趣的，反正一点时间才能够处理完。好，处理完之后呢，然后我把最后输出的那个档案拉进来到威力导演里面，然后把它对齐，就是刚才各位看到的画面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翻译成英文的音轨，那这样就不需要额外配音。虽然听起来是怪怪的啦，不过就还好啦，就能用。这一次的创作过程呢，其实速度快很多。那之前的 TTS 的效果不是很好，那我又不想用 Google 的，所以其实也是多亏用了 ChatGPT 之后，然后知道 Mary TTS 这个 Text to Speech 的函式库，那所以就加快了我不少开发的时间。我这里还是简单说一下我做了什么事情好了。在执行上来说的话，我设计了一个 UI。首先第一步，你要先读取你的 SRT 跟 VTT 档，那以这边来说就是这一个。那读完之后我会去 parsing 的部分是我自己写的。再来第2步就要选择一个输出的资料夹。那第3步呢，则是要您可能要去下载 FMPEG 或者是我在我的 GitHub 上面也会有提供。那完了之后就可以按 process 去执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做的流程主要哪几步，总共有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针对你的 SRT 档的每一段文字去发出它的英文音效。那你每一段文字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内容，然后它会有一个时间轴，也就是说这一段 playing games, making game， 然后 talking tech， 时间长度只能大约是1秒左右。所以第一步呢，我会先产生 WAV 档，就是各自分段的 WAV 档。playing games, making games, talking tech。
好，你可以看到在 Marry TTS 里面产生出来的 WAV 档呢是4秒钟，这没有办法，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 TTS 它都会有自己的讲话频率，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导致它跟你上面的这个时间轴1秒的需求是不正确的，所以就要进到第二步，我们要调整这一段 WAV 它的频率，让它讲得快一点。那当然就是有一些运算公式啦什么的，反正 source code 最后都会提供，真的有兴趣的人再去看吧。刚才那一段音效档呢，经过了第二步处理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快一点，变成1秒多钟的长度。当然这个音效档它可能我会稍微缩短一些，宁肯少也不要多，这样子在最后面组成的时候比较对齐。我们用另外一套软体，音效处理软体来比较一下，这边呢是用 Marry TTS 原本产生出来的音效，大概是4秒钟左右， 4.290 秒。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文字需要的时间，它是 7.273 减掉 6.206 是 1.067 秒。那 1.067 秒这一段时间跟这个4秒有差距嘛，所以第二步我们做了调整，调整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度，这个长度就是 1.045 秒。1.045 秒跟刚才的这个 1.067 秒是有一点差距的，所以差了 0.22 秒。那之所以会留一些这些后面的空白时段，是为了要 pending 一些静音的部分，让它最后呢是可以符合 1.067 这个数字。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需要 append 一些静音的音效档。那它需要 append 在哪边呢？刚才那一段音效1秒多，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字幕档这里，这是从6秒开始的，也就是说前面 6.206 秒之前要 appending 一些空白的静音的片段。 OK， 好，那刚才我们那个1秒多钟加进去之后，是不是还差 0.22？ 所以呢后面也需要 appending 0.22 秒的空白，所以这就是第三步在做的事情。第一步呢就是在前面塞空白，也要塞后面 append end， 那这样这段音效就会做出来了。那当然这边有一些 timer 到最后要做 combine 的时候会用到。好，那在第四步我们就要产生一个 list 档，因为这个是为了让 FFmpeg 将所有的音效档合并在一起。在这个步骤中呢，我们就会将已经产生出来的所有音效档写出来写在这个地方，等下让 FFmpeg 合并的时候可以去观看，那就会把所有这个列表里面的档案合并成一个音效档，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会产生出这一个40秒的这个音效片段。那这个长度是多长？我们来看一下。好，可以看到这一段音效档是40秒点016。那为什么是40秒点016呢？这里我是先只有做前，大约会是接近这个数字，但是我说了这个程式写出来的音效档是很大约的，反正就是有一点误差。那这些误差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实际上在做 YouTube 影片输出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自己做一些加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就是我刚才拍的。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威力导演里面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右边这里会有一段空白，因为长度会因为你的字幕，我的字幕最后时间是落在这里，但是后面这里会有一段空白嘛，所以怎么办？我们其实就要 append 一段空白的字幕。那在威力导演里面我会这样做，就是复制这一段音效档，然后呢把它调到静音，跟它拉到对齐，再把它右边贴过来，那这样子音效档的长度就正确了。那接着呢，我要试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音效档单纯的输出，所以我就先把原本的原片的部分先关闭掉可见，然后汇出，我们汇出纯音乐，那就汇出单纯只有音效的部分。汇出完之后呢，我们把原本的音效档先删掉，然后将输出的音效重新放进来，那可以看到最右边那边就对齐啦，这样就很完美了。再来就是要说各位网友要怎么样取得这一个执行档，是这样子的，因为反正这一次呢，总之我把原始码跟那个 release 出来的执行档都放到 GitHub 上面了，所以我试试看在 GitHub 上面，我应该，然后我们摄取一下专案，我那个专案叫做 Subtitle to Audio。那这时候你就看到我的专案了，哎呦，也有人做哎，哦，好，他没有 release， 我有 release。不知道，好了，无所谓。他是用 Python 写，我用 Java 写的。那这个就是我的专案，这个就是我的 Subtitle to Audio 的专案。那进来之后呢，如果各位对于原始码，就是用 Eclipse 开的原始码有兴趣的话，你可以 download 它变成 zip。那如果说只是要执行档的话，你就点这个进来，进来之后可以下载这一个 Subtitle to Audio v1.0.zip 档。那当然你要先安装 Java，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安装 Java 要记得安装 Java。那当然这里也有我的个人 YouTube 的连结啦，希望这样有一点宣传的效果。OK， 好，那下载下来之后会是一个 zip 档，解开之后呢，
就会是长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有装 Java 环境，理论上点2下它就可以执行了，像这样子。然后你先点选择你的 SRT 档，再来呢选择你的输出资料夹，然后最后要选择 FmpEg 点 exe 档，然后按 Process。那 MaryTTS 它因为会去下载一些它的一些相依的东西，所以前面在 Initial 初始化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等待。那我们这边先等一下。所以我大概等了48秒，它才把一些必要的相应档载下来。OK， 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WAV 档已经在产生了，然后这是进到 B 阶段，这边这里都会有一些状态列的显示。好，这个音效档就是最后的音效档就产生好了。那当然，如果说你有需要个别的分开音效档的话，建议你可以用 B 这边这一段，这是裁好的。那如果你是要全部合并好的话呢，就是用刚才最后产生出来的 D 这个 wave 档。那下载连结我一样会放在说明栏里面，那如果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下载下来看看。那再来就闲聊时间啦，这边呢 YouTube 其实有说 Say Hello to Multilanguage Audio on YouTube， 但是呢我其实有在我的 YouTube 的 Studio 上面好像没有看到，毕竟这是2月份的资讯，到现在这个功能还没有提供。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多轨音效，你知道吗？因为这里按加入音讯，好像都是一些既有的音效档，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操作方式不对，但是确实没看到。在我的影片上面来说的话，我也没有看到多音轨的选项。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并没有。他说 YouTube 会释放这个选项给更多的使用者，但是到底是哪些使用者？反正总就不是我们，我们这种小咖的 YouTube， 对不对？是不是？根本不会有这个优先权嘛，应该有人有可以测啦，要不然我们就是没有啊，对啊，好吧，我们就只能先等等吧。优先的功能，我一开始还想说会不会是 YouTube 很担心说它的多国语言这个部分会比较消耗他们的计算机资源，不过呢，看起来就是 you nobody you know That's fine, OK。我觉得 YouTube 或许应该找我来测试一下，有没有？我做这个事情，应该对于很多 YouTuber 是有一些帮助的。那 anyway， 反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啦。反正分享跟大家说我做了一套软体，然后可以支援转成英文，我相信这就已经足够很多人非英美语系的人转换成一个国际语言。一种路径，然后不用自己配。你要知道，像我自己就180几个影片，如果我都配音的话，我应该会配到往生。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啦。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中意，始终的中，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